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歡迎大家回來我們的頻道。舅舅今天來做個潮州蝦棗，這很好吃的，是一般家庭農曆新年餐桌上必備美味佳肴之一。很多朋友點餐，大家就一起來看看吧。新年就能派上用場。對，首先取出4至5片蘇打餅，用這實杵搗成粉末狀。如果沒這實杵，可以將餅裝入塑料袋，用杯子底部或其他硬物搗碎都行，就是不能用攪拌器攪細。為什麼呢？攪拌器高速攪拌下，餅乾會分泌出很多油分，造成餅乾粉末結成團，效果就不好了。搗成粉後的餅乾末是這狀態，像粗沙一般，先擱置一旁待用。預先備好鮮蝦仁，淨重500克，去蝦線後再清理乾淨，將一半蝦仁切成顆粒狀，不要切得太碎，嚼起來口感會比較好。今天這蝦會比較大，所以切細後可以再改幾刀。好的，這樣就可以了。擱置待用。這是另半份蝦仁，先用刀面將蝦仁逐一拍爛。接着再剁成蝦泥，將半份蝦剁成蝦泥。在制作過程中，蝦會比較容易起膠，這會讓所有食材粘着性更強，後續制作上比較容易處理。一切食材備好後，就可以開始調製了。料理盆中倒入肉末400克，肉末肥瘦比例為3:7，最好味。剁好的蝦泥，這是另一半切成顆粒狀的馬蹄，這也稱荸薺，淨重160克，一樣切成小顆粒。80克胡蘿蔔絲，70克小紅蔥末，蘇打餅末，調味料1大匙生抽，15克蠔油，1小匙五香粉，1小匙白糖，舅舅用的是蔗糖，1小匙胡椒粉，1小匙鹽，鹽用量可自行調整，3大匙普通中筋麵粉，青蔥切粒，自行酌量，這可以用香菜替代。雞蛋1個，再將所有食材拌勻。接着，將拌勻後的食材拋摔。不拋摔時，食材會比較鬆散，比較建議小量處理。一點一點拋，是嗎？是的，隨着拋摔的次數多了，你會發覺食材越來越粘着，粘性會比較強了。為什麼要這樣做呢？經這樣處理後，成品會比較有彈性，也就一般所說的彈牙。那要拋到什麼時候呢？以前老家做這道料理時，外婆可以拋上100次以上，至於成品一個個就像乒乓球一樣，那一定很好吃嘍。瞧您都吃多了。最後再加入1大匙麻油，加麻油除了添加香味，也可以將其他食材香味鎖住。拌勻後蓋好，放入冰箱冷藏30分鐘。取出一片腐竹皮，這在一般菜市雜貨店都能買到。有人問舅舅為什麼他買的是硬硬脆脆的，我想那買的應該是腐竹汁，一般用來煮着吃，不像這個是一整大片的。剪成這樣一片片就行，大或小片一點都可以，沒有關係。這是冷藏半小時後的食材，取一片腐竹皮，用濕巾抹去表面的鹽分。這表面沙沙是鹽嗎？對，這是廠家用鹽防腐保質的關係，不抹乾淨就太鹹了。勺入適量的食材，這沒有量的規定，或多或少都行。速整成條狀後，再抓起腐竹皮一端捲起，再依照視頻中做法，將食材按至緊實，兩端捏緊，再捲至腐竹皮末端，將腐竹皮末端收口處收在底下，一條蝦棗捲生坯就完成了。哇，這很簡單，本來就不難呀。
此食譜完成後，像視頻中一般大小的蝦棗卷共9條。蒸格內塗上一層薄油，防粘。再將蝦棗生坯放入，每條間隔需留下一點縫隙，避免蒸熟後粘在一起。蒸鍋內水預先煮開，再將生坯放入，9條分2蒸格，蓋好，中高火蒸15分鐘。時間到，熄火。哇塞，超香的呀！再將蒸熟後的蝦棗卷晾涼，記得用個透氣罩子蓋好。我們明早見，大家晚安。這是擱置了1個晚上的蝦棗卷，一般上舅舅會一次過做多一些，再冷凍慢慢享用。一般上可以在農曆新年前1周備好冷凍，像視頻中這樣收納，享用時分量解凍，方便又衛生。真的很好。是的，這樣冷凍起來比較不占位，做成年菜很方便，不會搞到手忙腳亂。今天舅舅就油炸一些與大家分享。先將蝦卷切成小段，每小段約2至3公分。在切口部分可以拍些薄薄的玉米澱粉，這樣油炸後的成品會更酥脆。如果覺得這做法麻煩，那就直接油炸好了，比較省事。乾貨內倒入適量的油，油量不用太多，約2公分高就行。油熱後將木塊放入，木塊起泡說明油已經夠熱，這時候爐開中火就好。將備好的蝦棗逐一放入。初下鍋時不需翻拌，待蝦棗底部油炸至金黃後再翻面，就這樣一直油炸至蝦棗微微金黃色。起鍋前30秒轉大火，將蝦棗內油分逼出，做最後逼油搶酥效果。金黃色後就能離火，整個油炸過程約3分鐘。切一些碎瓜擺盤點綴，與蝦棗配搭享用也特別美味。哇，這也太香了啦！是的，整個廚房都是香噴噴的蝦棗味。希望大家喜歡舅舅今天的分享，這是我家沿用了很多年的潮州蝦棗做法。舅舅還有另一個福建五香肉卷食譜，如果大家喜歡，舅舅再找個機會與大家分享。如果有不足的地方，歡迎大家留言賜教。謝謝大家。這也太好吃了啦！今天我們一起來聞冬菇，也稱燜冬菇。大家好，嘟嘟來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團圓飯桌上少不了燜冬菇，今天舅舅來分享簡易燜冬菇做法，很好吃的，大家千萬別錯過了。是的，我們一起來看看吧。好，今天舅舅選用這小花菇，一口一個，小小的，特別容易處理。如果您喜歡用個頭大一點的也可以。取出200克，清洗乾淨，清洗2-3遍，直到水清。這冬菇浸泡做法是位廚房老師傅教會我的，效果很好，大家可以參考這個做法。清洗後瀝乾水分，倒入清水浸泡1個晚上。晚上氣溫低，室溫下擱置1晚上沒有問題的。這香菇浸泡了約8-9個小時後，將水分稍微擠乾，不要擠得太乾，不然香菇內部香味會流失。而且烹調過程中會吸收比較多調味料，口味會變得太重，就不好吃了。這浸泡過香菇的水要保留起來，留着一會烹飪時用。香菇蒂比較硬的部分可以剪去，因為選用小花菇關係，浸泡了1個晚上，這香菇蒂也變得很軟了。比較粗的部分剪掉一點就可以了，不用整根剪掉，這也太可惜了。將清理後的小花菇倒入個較大的料理盆內，再加入1小匙白糖，抓勻。抓一點白糖，香菇不會吸收太多調味料，可以吃到香菇原來的香味。接着再加入2小匙的玉米澱粉，加一點玉米粉抓一抓，煮過後口感上更順滑、更軟，特別好吃。好了，抓勻了，擱置一旁待用。花肉300克，可以切稍微大塊一點，像視頻中這樣就挺好。好了，靜置備用。
爐開中火，鍋內倒入2大匙食用油，油熱後再將肉加入，中火將肉油煸至表面微焦，顏色金黃。燜冬菇食譜需要多一點油才會香，有些做法會特別熬了豬油或加點雞油，這樣也很香，但是就工序多了點，比較麻煩。還是用花肉煸出一點油輕鬆多了，效果也差不多。好了，像視頻中這樣就可以了。將預先備好的小花菇加入拌炒，再加點冰糖，這樣比較清甜。因為香菇抓過了點白糖，所以這冰糖就不需要太多了。舅舅這裡只加了15克。一直這樣拌炒至香菇溢出香氣，有點焦糖香味。再加入生薑片3至4片，約10克左右，蒜瓣50克，一起拌炒均勻。哇，很香呀！是的，用點耐心，火別太猛，就會越炒越香。接着將1大匙生抽約15克，從鍋邊倒入嗆個味，再加入1小匙老抽，繼續拌炒均勻。顏色很漂亮哦。是的，這顏色可以按個人喜歡調整，深或淡一點都可以。接着將浸泡過冬菇的水加入，這水大約1公升。蓋上鍋蓋，中低火燜個20分鐘。煎中記得打開鍋蓋拌一拌，讓整體食材受熱均勻。蓋好，繼續燜煮。冬菇穩煮了20分鐘後，開蓋再次拌一拌。哇，很香呀！用的是花菇關係，比較香。文冬菇要味道好，舅舅有個好秘方，這是媽媽的做法，只要加了這樣2小塊腐乳，口味瞬間變得特別好，特別香。先將腐乳搗爛，再拌勻。腐乳有股特殊香氣，口味也偏鹹，記得適量加一點就好，千萬不能多。拌勻後，繼續中低火再燜個10至15分鐘，整個過程約燜了約半小時左右。如果選用個頭比較大的冬菇，全程就需要燜40至50分鐘。時間到，如果冬菇夠軟了，可以將爐火調至中高，收乾湯汁。這時候記得加點鹽，這樣才能起到提鮮作用。舅舅這裡加了半小匙。最後再加點鮑魚汁，這鮑魚汁口味鹹鹹的，大家可以一點一點加入，直到口味滿意為止，也不能太鹹。這鮑魚汁也可以用蠔油替代。在1小匙玉米澱粉內加入1大匙清水拌勻，最後再勾個芡，整體基本就完成了。將爐火調高，做最後快炒。美味文冬菇就完美完成了。離火前可以先試個味，口味可以繼續調整至完全滿意為止。真的太好吃了。是的，真的很滿意。舅舅的文冬菇，這樣直接享用已經很好吃，撈麵撈飯更加美味。趁新年到來備好，分量冷凍起來。新年期間，家人享用或親友到訪、宴客都很方便。這裡分享舅舅的做法：勺入適量燜冬菇，這是冷凍後的冬菇，加點清水，香燜花生1罐，這也可以改用紅燒鮑魚罐頭、栗子、海參、魚鰾等等。預先煮軟後，再直接加入，拌一拌煮，都很好吃的。
好了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哇，太好了，這也太輕鬆了啦。是的，尤其是新年期間，會比較忙，這樣做方便多了，加點芹菜點綴，就色香味俱全了。是的，這也太棒了。對，舅舅的文冬菇做法是不是很簡易呢？這樣處理真的很美味，希望大家喜歡。可以的話就請試試看吧，再不然就分享給您的朋友們吧。謝謝大家觀看與溫馨留言，謝謝大家，謝謝大家，愛你們喲。